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神魔人。前几天为大家带来了 Z490-A 的使用评测，如果你们没有看过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看一下。这期视频的结尾我谈过，如果让我选择，我会选择 B550-A， 并且在评论区和私信中也有很多人让我出一期 B550-A 的深度使用评测。今天就为大家带来 ROG 第二块白色主题主板 B550-A 吹雀。本期视频依然分为3个部分。参数回顾及优点方面，有待改进的地方和当你换个视角看，最后还少不了总结。我再次的想强调一下，这款主板已经发布了半年多了，时至今日不存在恰饭视频，也不存在厂家软文，视频中的全部内容100%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。我还是希望你能看完全部的视频，综合多方不同的观点，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。首先是参数回顾及优点方面。按照惯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价格。这块 B550-A 我在首发时以1399的价格入手，经过了 Ryzen 5000系列和新款 B550XE 的2次迭代，它的性价比再一次得到证明。于是京东把价格提升至了1399，还名正言顺的说是低价秒杀。好家伙，我的这块主板你们收吗？嘎嘎新！但好在现在淘宝的大部分店铺都是挂着1199的价格。以1000元出头的价格入手这样一块 ROG 玩家国度主板，的确值得考虑。外观方面，这款主板依然是纯黑色的 PCB 板，搭配纯白色的塑料钢板，供电 M2 芯片组上覆盖的金属散热马甲更像是银色。芯片组马甲上的磨砂质感摸起来也很上档次。主板提供了2条22110规格的 M.2 接口，第一条 M2 和第一条 PCIe X16 均支持由处理器提供的 PCIe 4.0 技术。这个价格配合上 PCIe 4.0，可以算作是一个加分项。来离远一点，看一下它的整体外观。这样的外观你喜欢吗？10分满分，欢迎在弹幕中打分。并且它的用料也给的很足，提供了6层 PCB 板，供电部分搭载了12+2项整合式供电模组，配合8+4 pin 的 CPU 供电接口。经过了半年的使用，实测它搭配 Ryzen 9 3900X 满载使用不成问题。甚至3950X，我在之前也进行了测试，结果也是非常的稳定。内存最大支持 128G 双通道 OC 4600兆赫兹，其实只要你内存颗粒够好，频率还能再上。但是我拿它来搭配 Ryzen 3000系列，其实频率跑到3800，FCRK 跑1900:1:1，它的效能就是最好的。如果搭配 Ryzen 5000，并且你的处理器内存体质够好，也可以将内存和 FCRK 频率再往上提一提。我嘛，家境贫寒，买不起 Ryzen 5000系列，你要是愿意借给我一颗，我也不是不能去测试的。回到正题，转到侧面，吹雪搭载了一体式 I/O 背板，提供了2个 USB 2.0、4个 USB 3.2+1，支持5Gbps 速率，2个 USB 3.2+2，其中一个为 Type-C 接口，支持10Gbps 速率，并且配备了 2.5G 有线网口，以及支持 4K 60赫兹的 HDMI 2.1和 DP 1.2。还搭载了 UEFI BOSS Flashback 功能，这个功能在处理器换代的时候可谓非常好用，平均3分钟即可更新完主板的 BOSS， 必须好评。转回到主板正面，同样好评的还有24 pin 上方的 QLED 自检灯，对于无法开机的情况，看一眼颜色便知道主板的故障状态。玩家们自我排上速度极快，能够很快的确定主板的问题并尝试解决，这也变相的降低了华硕的售后压力。继续往下可以看见，在前面板音频接口的右侧有着雷电3接针，支持升级雷电拓展卡，也支持通过雷电局链外接3块或者8K 显示器。即使在1000元价位，它的拓展性也丝毫不弱。主板售后方面，国行主板华硕提供3年的个人送保，并且支持通过微信公众号注册第1年的置换不修服务。但是需要注意，在购买后的3个月内进行注册。如果你怕麻烦，也可以让热心卖家帮你注册。接下来就是有待改进的地方了。前些日子我在 B 站的动态中征集了玩家的意见，但是我简单的看了一下，基本上全是吐槽。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它黑色的 PCB， 作为一块白色风格的主板，黑色的面积甚至比白色的面积还要大，所以它并不能真正的称作为白色主板。以及最关键的，在 Z490 吹雪上搭载的 M.2 网卡接口，在 B550 吹雪上却没有搭载，这个可能和英特尔的授权有关。其实还有观众表示 ，ROG Z490 吹雪其实是 Premi 的 Z490-A 皮了一个 ROG 的皮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在用料和设计方面的确是差不多的，
不过 B550-A 吹雪相比 Prime 的 B550 Plus 的确做出了升级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加推荐于吹雪的缘故。还有一点就是我遇到的问题，吹雪主板只提供了一个5伏第二代可编程 ARGB 接针，2个12伏接针。这个接针放在 Z590 刚发布的今天就有一点点少了。5伏虽然提供了240颗 RGB 灯珠的支持，但是似乎最大只能连接6个 ARGB 风扇。如果继续加装灯板或者迷彩线，就只能去购买拓展卡了。但愿使用它的用户 RGB 能少一点吧。谈到光效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B550系列能发光的只有 ROG 的眼镜，吹雪的眼镜不亮，就导致整块主板没有一点光源了。同样的老问题就是 B550-A 的包装盒上没有吹雪机，但好在新款的 Z590-A 吹雪改善了部分问题。目前在京东的评价上可以看见，国行的包装上终于印上了吹雪机。如果 Z590-A 吹雪后续会降价，你们会选择购买吗？欢迎在弹幕中说说你的想法。同时，我也希望下一代能够把 PCB 板变成纯白，或者把吹雪的图案印在主板上。要是能够在购买的时候赠送一些吹雪的周边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最后依然想说的一点就是 B550-A 吹雪依然是目前 ROG B550系列中定位最低的一款，在它上面的就是 ROG B550F 了。我个人希望华硕能够让吹雪获得更高的定位，或者在纯雪 ROG 中推出一款定位适中的白色主板，比如 ROG 的 M13H 的白色版本。毕竟 M13EG 实在是太贵了，要是还能再出一款价格适中的白色显卡就好了，或者是猛禽的吹雪限定款，类似于骇客那种，用一个独特的包装赠送一个吹雪的手办以及一些周边。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，欢迎在弹幕中扣个1，我看看有多少人和我想法相同。接下来的部分，我想说说华硕。上次也说了，实现玩家们想法的事情，上海华硕也一直在积极推进，只是每一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场新品发布会，每一次发布几款新品。在这几款新品发布之前，要吸取玩家的建议，要判断项目的可行性，要加以改进。对于华硕这种国际企业，这个流程走下来，可能外面的新品就换一轮了。我其实一直想讲 M12E 的高达系列，采用了 EK 的全覆盖轮头。这个设计在 Z490 立项的时候就已经有玩家们提出了，经过了无数的修改，一直推进到 Z590 发布前期。为了让这个想法不会流产，能够进行时装，华硕选择将它发布在了高达系列。在新款的 M13EG 中，你也能看见，采用 EK 全覆盖冷头的主板直接成立了单独的型号，这也能够体现华硕对玩家们想法的重视程度。吹雪系列也是在2020年1月就有过露面，当时的计划还是 X570-E 白色限量版。在当时的 ROG 眼睛还会亮。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改进，我们最终才在5月20日见到了 Z490 吹雪。有人问你为什么喜欢 ROG， 为什么愿意多花钱冲着信仰？所谓的信仰，不正是因为玩家们信任它，玩家们最终愿意选择它，它的产品值得玩家信赖，它的产品也吸引玩家们的到来。正是因为华硕愿意帮玩家实现梦想， ROG 才成为了让玩家们日思夜想的信仰国度。最后就是总结了。ROG B550-A 吹雪，它的确是可以称作为一块旗舰主板，14项供电 PCIe 4.0， 银白的金属马甲，最关键的是低廉的价格，1000元出头选择这样一块主板，其实不用过多评价，它的销量就已经能够证明，它的确是一块成功的 ROG 旗舰主板。如果你对 ROG 主板有不同的看法，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中说出你的想法。好的，那么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对于华硕的产品，其实我还有很多想说的。以后要是有条件，我就单独发一些视频聊一聊吧。坑开的多了也不怕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、投币、素质3连，也不要忘了点个大大的关注，这个关注按钮是可以直接点的。我们是全职 UP 主，你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，或者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，也欢迎评论和私信指出，我们会积极改正。这里是圣某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着急，可以落入你手的陷阱，漫不经心不在意，克制自己的感情距离，慢慢靠近。每次下雨天能找到一颗星星，想了好多光年就用了银河系。与你邂逅的情节是我写下的伏笔，你的笑也那么清晰。如果说
结尾是你，我成危险。